我老公去找了那个女人，在我们的新婚之夜，我看着他进了那个女人的门，窗户上映照出两人纠缠的身影，然后是争吵、谩骂、打砸。我一直冷眼旁观，直到他失手杀了他。他用一只榔头敲碎了他的脑门，女人扑倒在窗户边，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我。很快他又滑了下去，头颅在玻璃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迹。榔头再次落下，隔着玻璃我都能感觉到黏腻和恶心。谢思远看见我了，先是一脸惊讶，而后是慌乱。他跑出来拉住我的手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过要杀他，是他威胁我，如果不离开你，就要向全世界告发我。他说他有1000种办法让我身败名裂，你知道的，他就是那种什么都做得出的人。微微，我没有办法。他垂着头，瑟瑟发抖，像一个犯错的孩子那样无助。我看着他，思绪万千。我们是高中同学，大学恋人，毕业后都各自有了不错的职业。这次回县城办婚礼，郎才女貌，从校服到婚纱，收获了不少艳羡的目光。可眼下一切美好都濒临崩塌了，因为那个死去的女人徐冉，她是我从前的邻居，也是我们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。她还有一个身份，是谢思远的初恋。90年代，徐冉爸爸经营着一家金饰店，家境在我们这一片很是优越。后来因为他妈妈不守妇道偷男人，被他爸撞见，两人离了婚。紧接着他爸关了金店，离开县城南下了。徐冉跟着妈妈生活在原来的房子里，直到他妈妈被骗，欠下巨额债务，才搬到我们家阁楼上。为了还债，也为了供养孩子，他妈妈做了暗娼。10岁的徐冉时常和我一起躲在阁楼上，看着街上来往的人群和天边寡淡的云，耳边充斥着男人和女人荒诞糜烂的笑声。他渐渐变得偏激，占有欲极强，我有什么东西他都要抢。谢思远是转校生，我比徐冉先遇见他，也比徐冉先喜欢他。然而他一边听着我的暗恋故事，一边跟在谢思远身边纠缠不清。15、16岁的徐冉太漂亮了，像一朵盛放的玫瑰，没人能拒绝她，何况是情窦初开的少年。当年他们早恋的事在学校闹得很大，收场也惨淡。徐冉退学后被他妈妈的客人侵犯，走上了他妈妈的老路，在我家老房子1楼开了间按摩店，靠走偏门挣钱供养他生病的妈妈。谢思远再度转学，与我在另一座城市的大学里相遇。我们在一起5年，从象牙塔步入婚姻殿堂，在省城安了家。我以为属于我的恋爱故事有了完美结局，谁成想徐冉不肯放过我们，又背着我偷偷和谢思远搭上了线。我头很疼，耳畔不停地响着谢思远焦灼的低气，声线细长似女人的哭声，让人厌烦。他说，微微，怎么办？我会坐牢的，会被判几年。我的人生毁了，真抱歉，还连累了你。不，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因为那样一个女人被毁。我使劲拍了拍谢思远的肩膀，冷静下来，听我说，这是个意外，对不对？谢思远点头，又飞快摇头，不，他死了。微微，法律没有意外，我还是要坐牢的。不，她那样的女人，不知道你赔上一辈子。我低声吼道，这个街区临近拆迁，已经没有什么住户了，也没有摄像头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相信我，我有办法。谢思远低垂的头抬了起来，涣散的目光渐渐有了聚焦。现在进去，我们只要处理好屋子里的一切，谁都不会发现你来过这里。我牵起谢思远的手，他紧紧回握着我，走进了那间没有开灯的屋子。7月中旬的月光从窗棂中照进来，徐冉躺在墙角，身上的白裙子一半明亮，一半暗淡。我捡起地上的榔头，对谢思远说，把他抱到床上去。谢思远迟疑了一下，照做了。我掀开被子，他将它放进被窝，然后我将榔头递到谢思怀手里，现在砸烂他的脸。他一脸震惊地望着我，我知道他有满腹疑虑，但我什么都没做，就站在一旁，等着他一下一下朝徐冉那张明媚生动的脸砸下去。他起初还有些犹疑，后来就带着一股狠劲，面目狰狞，十分用力。他一定是想起了些什么，他该有气的。好了，我叫停了谢思远，再砸下去，脑袋该没了。他的衣服都被徐冉的血染透了。惊梦似的丢下手中的榔头，又恢复茫然和恐惧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
我们就这样出去吗？穿上外套，把脸擦干净，去车里等我。车我停在路口那棵大黄果树下的，我再度捡起榔头，去厨房洗干净它，又拿起徐冉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，然后换了一条她的裙子，坐在客厅等接收短信的那个人。那个人来了，有点醉，然后在那间屋子里，在我的劝说下，又喝了许多酒。等他出门后，我跟在他身后走了很长一段路，直到他体力不支倒在路边人事不省之后，我才绕路回到黄果树下，开车回省城。车子发动后，谢思远问我怎么这么久，现在要去哪里？我跟他说回家，但是路上可能会发生点事情。若以后有人问起来，就说研究上有急事，需要连夜回去一趟。谢思远是猛的，我也不够清醒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出了车祸，很严重的车祸，安全带救了我们一命，但我的头受伤严重，脸也毁了，需要做几次面部整容手术才能调整回来。谢思远伤好后一直在医院陪着我，但我整日被关在医院，面对一张坏掉的脸，心里出现了极大的问题。我开始做噩梦，梦见徐冉浑身是血的站在我室床前，我时常汗流浃背的在夜半尖叫惊醒。渐渐的，我精神开始恍惚，即使在白日里也如惊弓之鸟一般。我开始嫉恨谢思远，恨杀人的是他，我却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东西。谢思远很受伤，他希望我能见见心理医生，尽快恢复。他抱着我说，微微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，爱情和婚姻把我们拴在了一起，往后我们还要生儿育女，白首偕老。现在这种糟糕的精神状态下，我很容易不小心把事情真相就说出去的。他十分坚持，叫我别怕，他认识一个心理医生，是他的学弟，跟他关系很要好，我只需要跟那个学弟聊聊天就行了。他说，微微，你得赶快好起来，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，你多辛苦才等到今天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。我真佩服他，可以那么干脆地忘却一个人的死。在他的再三劝说下，我接受了进行心理治疗的建议。我实在太想睡一个好觉了。学弟来了，还带来一份报纸，是徐冉凶杀案的报纸。他指着徐冉的照片对我说，莫微微学姐，我知道你跟死者是好朋友，所以才会不断梦见他满身是血的站在你的床前。可是这件案子已经结案了，凶手也罪有应得了，不是吗？他歪着头看着我，唇角挂着一丝诡秘的微笑。我看了一眼房门，防盗链被挂上了，谢思远也不见踪影。事情变得复杂了，凶手没有罪有应得，这件事我知道，谢思远也知道，现在似乎有第三个人知道了。门怎么锁了？谁锁的门？谢思远呢？你为什么要叫我学姐？我都不认识你。我有些慌乱，走去门边，抖着手试图开门，失败后对着学弟大吼。他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，连看都没看我。门是我锁的，学长此刻应该出门去了。叫你学姐是因为你和我同校。说到这里，他转过头来，推了一下自己的金丝眼镜。他长得很帅，是时下短视频平台流行的那种小奶狗的长相，唇红齿白的。可他的眼神很冷，就那么盯着我，说话的语速极慢。我们不仅大学同校，连高中也同校呢，学姐。我是高2013级9班的徐锦玉，他低我们一届。但我们县城有一个镇子的人都姓许，而且相互之间都比较熟识。那你也认识徐冉？认识，他微微一笑，丝毫不避讳。不仅认识，还对他的事情十分了解。什么事情？他和学长的那场恋情，以及你们离开县城后，他独自在这里生活的一切。我头有些疼，对他下了逐客令。我不想治疗了，你走吧。那怎么行呢？学长可是仔仔细细嘱咐了我好多话。现在我们从警方断定的案件入手吧。他拿起那份报纸，开始读报纸上的内容。报纸上的内容跟我先前听到的一致。徐冉一案被定性为入室抢劫、强奸杀人，凶手是溺毙在小河沟里的杨明树，那个8年前就强奸过徐冉的男人。出狱后，他极恨徐冉当年执意报警，让他坐了那么多年牢。他曾几次三番去骚扰徐冉，要求徐冉给他一笔赔偿金。如果不给钱，他就每天站在按摩店门口，阻止客人进店。两人为此争吵不休，许多人都看到过。警方认定案发当晚，徐冉约杨明树见面，打算给一笔钱解决问题。可能是钱的数额不够，也可能是别的原因。
总之，喝了酒的杨明树被徐冉激怒，两人发生打斗。杨明树在打斗中杀死了徐冉，并性侵了她。得手后，杨明树拿走了徐冉的手机及屋里值钱的财物，却在走路时不小心摔倒，掉进了公园的小河沟里溺亡了。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合了吗？就像是有人事先设计好的一样。徐锦玉看向我，又是那种审视的表情。我没开口，我知道这个时候容易说多错多，似乎不需要我的回答。他轻笑一声道：“警方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那就是案发当晚还有第三人，甚至是第四人在现场。现场采集的脚印很多，但无法作为直接证据，因为徐冉的按摩店里进出的人太多了。当晚我也去过那里，还发现了一个笔记本。”说着，他从一个黑色背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封面的笔记本，随意地翻了起来。那封面我很熟悉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它的扉页还写着我给自己起的笔名沈蔷薇。沈是我外婆的姓氏，蔷薇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花，在我眼里它生命力极其顽强。在我家，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我上边有一个姐姐，爸妈为了生儿子，违反计划生育生下了我。看见我是女儿，就将我寄养在亲戚家，户口也落在了对方家里。后来又生了弟弟，直到我6岁那年，那个亲戚生了重病，爸妈不得已才重新将我接回家。姐姐和弟弟姓李，只有我依旧姓莫。我不喜欢姓李，也不喜欢姓莫，外婆待我极好，我就想跟着她姓，于是便偷偷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沈蔷薇。那个笔记本记录了我成长中的许多重要时刻。离开县城上大学之前，我曾亲手将它藏到了院门边的树洞里。现在它被人翻出来了，而且成了别人对我的指证。徐锦玉的声音威严且具有审判力。莫微微，人是你杀的吧？我感觉喉咙发紧，脊背发凉，额头也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不是，我艰难地摇头。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嫉妒，因为你那发了疯的嫉妒。是啊，我曾发了疯地嫉妒过徐冉。我第一次见徐冉是在他6岁生日那天。那天下午，我刚刚被爸妈从亲戚家接回来，可能是对我爸妈心怀愧疚，亲戚家收拾了很多农产品，一并让我带了回去。但我妈似乎很不开心，她在屋里骂骂咧咧地踢着那些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叫我赶紧收拾掉。我却不知如何是好。那时我们家住的是新修的2层小楼，一楼隔成2间，外边是我妈的裁缝铺子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布，里边搭了桌子，是吃饭的地方。楼上3间卧室，爸妈1间，姐姐1间，弟弟1间，没有我的位置。况且那堆东西里大多数米面干菜之类的，我想应该放在橱柜里吧。我费了老大劲去拖那包米，拖得满身是汗，才拖去了柜子跟前。可打开柜子才发现里边已经塞得满满当当。正当我用求助的眼神去看我妈时，门口有人进来，是徐冉和她妈妈，母女俩手牵着手，一人手里端了块蛋糕。蛋糕的味道很香甜，他们一进门我就闻到了。但更吸引我的是她们母女本身。徐冉穿了一条白色公主裙，头上戴着一个水晶王冠，乌黑的头发变成一根根小辫子盘在头上，皮肤白皙，眉眼精巧，樱桃般好看的唇，笑起来左脸颊处一个可爱的酒窝，牙齿整齐洁白，眼睛像一弯月。童话里的公主也不过这个样子吧。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。徐冉的妈妈也很漂亮，那天她穿着一件粉色的西装领连衣裙，十分贴合她的身形，小腿细长，手腕也十分纤细，眼睛很大，修长的眉，乌发白肤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优雅贵气。她在第一时间看见了我，有些抱歉，今天冉冉过生日，我们来给彤彤和乐乐送块蛋糕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小朋友，拿少了，冉冉你再回家拿一块吧。徐冉点头，一边往门外跑，一边喊：爸爸，再切块蛋糕，彤彤姐姐家还有一个小姐姐。很快，一个温柔的男声传来：好的，宝贝，马上就好。一瞬间，我心中的某种情感激荡起来，是羡慕吧，姑且说是羡慕。羡慕徐冉有那么漂亮的妈妈和一个温柔的爸爸。而我的妈妈正恨声回答徐冉妈妈的问题，她问我是谁家的孩子。我妈说，我们家多出来的那个女娃子，本来送给亲戚家养的，现在养不起了，又给我送了回来。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，刚刚修完房子，欠了一大屁股债，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吃白饭的嘴。
一天光刨这几口人的饭食就得累死我了。说罢，一脚踢翻了我装衣服的包，衣服洒了，洒得满地都是。他十分嫌弃地拎了2件起来瞧了瞧，说：“这都什么破玩意，又脏又臭，赶紧拿出去丢了。”我有些局促不安，那些衣服的确不好，都是亲戚从别家捡来的旧衣服，有的已经破了。徐冉妈妈看出来了，她笑着对我妈说：“女儿多好，女儿贴心，是大姐你有福气，孩子才会回来跟你。”这时，徐冉端着蛋糕进来了。徐冉妈妈给她介绍我：“冉冉，这也是乐乐的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微微，阿姨，我叫微微。”我特意没说姓。“多大了？”“7岁半。”“那我应该叫姐姐。”徐冉接过话，将蛋糕递到我跟前，给微微姐。那块蛋糕我最终还是没有吃成。3块蛋糕在桌子上放了一下午，直到姐姐和弟弟放学，姐姐吃了1块，弟弟吃了2块，而我则是习惯了家里有好的东西轮不到自己。那之后，我时常观察徐冉一家，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争吵声，相反，无论是夫妻之间，还是母女、父女之间，一直都是欢声笑语。看久了，我就想知道他们如果吵架会是什么样，会不会也像我爸妈那样，一个歇斯底里的哭喊，一个闷声在一旁抽烟叹气。等我妈情绪酝酿到了极点，就开始摔砸东西到我爸身上，然后2人就开始动手。吵完之后，许久都不说上一句话，家里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，不做饭，不做生意。起初他们吵架，我就很害怕，偷偷做好饭，端到他们的跟前。爸爸一般会吃了饭，穿好衣服，出门做活，我妈则是哭着骂着，摔了碗继续哭闹。姐姐习以为常了，她不想吃我做饭，就从我妈房间拿了钱，带着弟弟出去吃饭。吃完饭，2人又一起去上学。虽然我跟他们一个学校，但他们从来不跟我同路。再后来他们吵架，打得越厉害，我就越高兴。我也不做饭，不收拾屋子，但也不敢像姐姐那样去我妈那里拿钱，于是就饿着肚子去上学。等到家里的波澜再也无法让我的情绪产生波动之后，我把目光转向了徐冉家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等到了机会。00几年那会儿，家里做饭要么是用的煤炭生火，要么是用的煤气灶，而煤气灶用的是罐装液化气。我们那一片送罐装液化气的是一个好赌又好色的男人，男人叫刘虎，是寻常走在街上遇见妇女都要出言调戏一番的那种人。但对徐冉妈妈，他从不敢轻举妄动，许是畏惧他家有钱有势。然而背地里却时常跟朋友3、4说关于徐冉妈妈的下流话。那是个炎夏的中午，许多人家都还在午睡。刘虎喝了酒，又在跟他的朋友吹嘘，总有一天要狠狠地掐一把徐冉妈妈的屁股。正说着，徐冉妈妈打来电话，要他送一罐液化气去他们家。他挂断电话，流里流气地说：“看吧，想我了，老子去摸他的屁股了。”我当时就在他店门前的树荫下玩，见他扛了液化气罐往徐冉家走，预感要发生点什么事情，便跑去了徐冉爸爸的金店里，对他说：“许叔叔，阿姨在家和人打架了，她哭得很凶，就啊啊的哭。我那时睡在我爸妈房间的小阳台上，很早就听过他们过夫妻生活的声音，所以我模仿那种声音模仿得很像。”徐冉爸爸瞬间变了脸色，然后从柜台的抽屉里抓了一把巧克力塞给我，又胡乱将我推出门外，匆匆关了店门就跑走了。我一边走一边吃巧克力。等我走回去，徐冉家吵得正凶，徐冉爸爸拉着刘虎扭打在一起，门开着，徐冉妈妈在屋里哭泣，裙子被撕碎了一大片。街坊邻居围成一圈，对他指指点点，纷纷惋惜徐冉爸爸对老婆那么好一个男人，徐冉妈妈是怎么忍心给他戴绿帽子的。据说徐冉爸爸回来，正好撞见2人抱在一起亲嘴。被撞见后，徐冉妈妈死不承认，说是刘虎轻薄她。可徐冉爸爸哪里肯信他，因为他不知道一个9岁孩子的话语有多大的杀伤力。徐冉爸爸都不信他，街坊邻居自然也是不信的。那天之后，徐冉爸爸时常喝醉酒，他家终于也有了争吵声。他们每吵一次，我就把那天藏起来的巧克力拿出来吃一颗，巧克力真甜。吵了有5、6次，徐冉爸爸提出了离婚。他是真的很爱徐冉妈妈，爱到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只2、3个月，他就从一个微胖的男人瘦成了100来斤。徐冉妈妈很心疼他，没争没吵就同意了离婚。
离婚后，徐冉爸爸关了金店，南下去了珠海。1年后，在那边跟另外的女人结了婚。徐冉妈妈带着徐冉依旧生活在原来的房子里。她变了，为了合群，也开始满嘴脏话的在大街上跟人聊天说笑。但她不知道那些人对她都是阳奉阴违，背地里聚在一起都在嚼她的舌根。她也开始一不顺心就骂徐冉，情绪稳定时又不断讨好她。徐冉不止一次地跟我说，她觉得她妈妈精神不太正常了，时常自说自话，又哭又笑。大家都知道离婚对徐冉妈妈打击很大，于是便张罗着给她介绍男人。后来还真有一个男人走进了徐冉母女的生活。那个男人自称自己是台湾商人，回来探亲的，还得托人在那边给徐冉买了很多漂亮裙子。那段时间，我和同学们都吃到了许多来自台湾的糖果。说实话，男人长得不如徐冉爸爸帅气，矮胖的，走起路来像只移动的气球。可他对徐冉母女很好，百依百顺。走在路上，徐冉母女但凡对什么东西多看一眼，他都会买下了给他们。街坊邻居都在议论，徐冉妈妈福气好，离了婚还能遇见这么好的男人。半年后，男人邀请徐冉母女跟他回台湾发展，让徐冉妈妈把房子卖了，他帮他投资，让他资产翻倍。徐冉妈妈信了，委托男人帮他卖了房子。谁知钱到手几天，男人就卷钱跑了。他在家哭了好几天，直到房子的新买主上门要求他尽快搬离，不得已之下，他卖了自己的几件金饰，租下了我家楼上的阁楼。为了生计，他也出去打工了，只是找了好几份工作，都被辞退了。最后，他学别人在街口摆了个早点摊子，但一直没什么生意。一来二去，手里的钱很快花没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徐冉病了，需要做手术。徐冉妈妈没钱，四下里去借，都吃了闭门羹。最后求到了刘虎那里，钱是借到了，但是吃了不小的亏。经过那件事之后，他似乎看开了，十分坦然地走上了暗娼的道路。徐冉妈妈做了暗娼这事，很快就在同学间传开了。徐冉遭受了很严重的霸凌，只有我肯私下和他交往，他便视我为唯一的光。就这样一直到了高中，谢思远转学来了我们班。他很耀眼，外形条件十分优越，成绩也很好，还很会弹钢琴。很快，女生们就在校园贴吧里票选了他，成为新的校草。照片上传后，隔壁几个学校的女生下晚自习后都来我们学校围堵他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谁都不肯多看一眼的少年，唯独对徐冉轻言有加。徐冉很有自知之明，他知道接近谢思远就等于成为全校女生的公敌，所以他总是躲着他。可谢思远这样的人，他哪里躲得掉？他给他写了许多情书，还在一个初夏的夜晚跟他当面告白了。我不知道他跟他说了什么，反正徐冉接受了他的表白，他成了他的光，也成了他唯一不愿意跟我分享的秘密。我假装不在意地跟在他们身边，替他们放风，贪婪地珍藏我能看到的关于他的一切。高3上学期，徐冉爸爸辗转联系到了徐冉，他跟新妻子生的孩子夭折了，他想接徐冉去他身边。他应该是听说了徐冉妈妈的事，知道带走徐冉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。徐冉尝试跟他妈妈沟通，说自己想去爸爸那边，等他长大安顿好了，就接他妈妈过去。徐冉妈妈听了后反应极大，骂了许多脏话，甚至将徐冉关起来，不让他出门。谢思远为了救出徐冉，跟他约定了时间，要亲自送他去他爸爸那边。我是中间人，替他们传话，也知悉他们计划的每一步。但是我告了密，给学校领导和双方家长都告了密。他们早恋的事情曝光后，徐冉被退学了，谢思远再度被转学。转学后，谢思远被家里人看得很紧，可越是看得紧，他越是反抗的激烈，为此曾从3楼跳下去过。那一跳伤到了脑袋，让他彻底忘记了徐冉这个人，日子才消停了。然后他按部就班参加高考，考上了所有人都满意的大学。我们在那间大学重逢，我追了他3年，他才同意做我的男朋友。如今属于我的爱情，终于等来了一场盛大的结果，我当然是迫不及待想昭告全世界，所以我选择回县城来办这一场婚礼。我就是想让徐冉知道，那个他配不上的少年属于我了。可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徐锦玉看着我，冷冷的：“你还是坚持人是谢思远杀的？
我点头，我亲眼看见他用榔头砸破了徐冉的脑袋。可警方在现场搜出来的凶器是一个烟灰缸，法医也认定徐冉头上的伤口是那只烟灰缸造成的。徐锦玉拿出一份复印件，上边的图案正是那只染血的烟灰缸。只一眼，我脑海中便闪过我拿着烟灰缸狠狠砸着徐冉脑袋的画面。真的是我杀了徐冉！我一惊，失手打碎了手边的水杯。这时，徐锦玉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副手套，他一边戴手套，一边慢条斯理地问我：“学姐，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掌握了你杀人的证据，却不向警方提供线索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我想亲手了结杀害徐冉的凶手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起身朝我扑了过来。我一边躲一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杀我他也跑不掉。他笑了，红着眼狠狠地盯着我，像一头疯了的野兽。他说：“我没打算跑啊，戴手套只是怕你脏了我的手而已。你这样的人，就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又脏又臭，你的心也是黑的吧？”我将架子上的瓷瓶朝他砸过去，被他躲开了。我问：“你和徐冉是什么关系？你要替他报仇，你有资格替他报仇吗？”他微微怔了一下，说：“他也是我的光啊，一直都是。你还记不记得，有一次你们放学回家，路过一个小巷子，里边有个低年级的小孩正在被高年级的孩子欺负，是徐冉替他出了头。虽然她是女生，也很弱小，但是还是站在那个男孩前面，替他呵斥那些高年级的人。我记得最后还是我叫来老师吓跑了那些人。你为什么不感激我？”徐锦玉抓住我了，紧紧将我摁在地板上。我费力地质问他，他冷笑着说：“那天是你先路过我的，也是你最先看见我被欺负，但你笑着走开了，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若不是徐冉一直叫你，你也不会去叫老师的。”后来我还发现，徐冉那些年受过的欺负，其中大多跟你有关。你一边煽动同学们欺负他，一边跟他做朋友，你可真够坏的。他的双手掐上了我的脖子，一点点收紧，我渐渐感觉到空气稀薄。求你别杀我！我慌乱地扑腾，努力想掰开他的手。你知道吗？徐冉从来没怕过那些霸凌他的人，他只是想好好学习，也知道跟老师说了没用，所以才选择隐忍。他也叫我不要怕那些人，终有一天我也会长大，长到有力量去抗争那不公平的人和事。就在我眼前变黑时，一个人影冲了进来，打倒了徐锦玉。同时我听见一个微弱的呼喊声：“你有没有事？有没有事？”我贪婪地呼吸失而复得的空气，心说：“我没事，只是好累啊，我想好好睡一觉。”梦里我又看见徐冉穿着她的白裙子在风中奔跑，跑着跑着，脑门上就开始鲜血直流，血一直流，覆盖了她全脸，也染红了她的白裙子。她伸出一只血红的手臂来抓我，嘶哑着嗓子质问我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杀我啊？”我想叫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熟悉的窒息感又围绕着我。经过漫长的斗争，我终于冷汗涔涔地从睡梦中惊醒，外边传来咚咚咚的类似砍骨头的声音。我打开门，叫了一声谢思远，那声音就停了。我走进厨房，见他慌乱地将什么东西塞进了冰箱里，案板上和地上都有大滩的血迹。你醒了，我买了只鸡，想给你炖汤补补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再去休息一会儿吧，我把这里收拾一下，汤很快就好了。”我这才发现煤气灶上炖着汤，用了很大的一口锅，热气轰着锅盖，发出很大的响声，水快漫出来了。谢思远连忙揭开锅盖，雾气四散开来，锅里骨头若隐若现，看起来可不像鸡骨头。徐锦玉呢？我问。走了。谢思远拿勺子去搅锅里的汤，头也不回地说，袖口赫然一片血迹，是人的手掌的形状。我回到客厅，在那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是徐锦玉的手机，我认的那个手机壳。他的屏幕被摔坏了，正嗡嗡嗡地响着。有人打电话了，来了。我正准备拿过手机去接的时候，谢思远端了汤出来，从我手里拿过了那部手机。我问：“这是谁的手机？”徐锦玉的。他答得很自然，他走得急，把手机落在这里了，应该会回来取吧。没关系，你先喝汤，我待会儿给他送过去也行。他将汤递给我，我没接，对他说我没胃口。他倒没有勉强我的意思，将汤放在了桌上，让我再回卧室休息一会儿。我不相信他的话，我刚刚差点被徐锦玉掐死，他明明撞见了，还和徐锦玉扭打在一起。从他袖口的血渍来看，
徐锦玉应该受伤了。现在徐锦玉不见了，手机却留在了这里，意味着徐锦玉可能根本没有离开这里。微微，我刚走2步，谢思远叫住了我。他说：“你别担心，危机解除了，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。”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，我猜的没错，谢思远又杀人了。他杀了徐锦玉，他一定是疯了。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？我一口气奔回卧室，捂着被子大哭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。谢思远疯了，他觉得徐锦玉对我们有威胁，就杀了他。那会不会有一天，他同样认为我有威胁，也要杀我呢？我之前提过，想回公司上班，也许上班后有助于我调节自己的情绪。谢思远不同意，他认为我精神状态太糟糕了，不是上班。他不止一次限制我出门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出过门了。他在有意无意地限制我的自由。我会被囚禁吗？如果我想离开这座房子，他会怎么做？我得离开这里，离开谢思远。我想我应该去报警，已经死了2个人了，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。我起身反锁了卧室的门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110吗？我怀疑我家有人杀人了，这里的地址是……对了，地址，这里的地址是哪里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接线员让我不要着急，他们可以定位我的位置，还提醒我在他们来之前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如果可以，尽量从家里出来，远离谢思远。我想我应该找个理由离开这座房子。我换好衣服，准备给谢思远说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。可门把手突然被大力扭动起来，外边响起谢思远的叫喊声：“微微，你在做什么？你锁了门，在里边做什么？”他似乎很愤怒，力气极大，仿佛就要破门而入。我觉得门锁也挡不了他多久。我们住的是半山别墅，2层楼，卧室在2楼。后山泥土松软，我应该可以从那里跳下去。这里离城比较远，这个时节来山上住的人不多，我得顺着山坡跑到主路上去，警察会从那个方向来。就在我思考的同时，谢思远已经开始撞门了。来不及了，我心一横，从阳台跳了下去。很快，左脚传来一阵剧痛，我的脚好像崴了。这时，谢思远跑到了阳台上，疯狂地喊着我的名字：“莫微微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报警了？是不是报警了？你这样会毁了我们的！”他一边喊，一边挥舞着手里的菜刀。我不顾疼痛，爬起来，飞快地从山下奔去。可无论我怎么跑，始终甩不掉谢思远的声音。他在我身后一直追着我。入夜了，视线不好，还下着小雨。我摔了许多次，有一次还撞到了头，血顺着头发滴落在我的脸上。可我什么也顾不得了，疯了一样往主路跑去。终于，我看到了警车闪动的灯光。我大声喊着：“警察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！”警车停下来了，有人朝我的方向跑了过来。我突然觉得眼前的景象很奇怪，世界突然从立体变成了画面，不断的折叠、重叠、收缩，直至不见。谢思远的喊声也停了下来，周遭忽然变得很静，静到只能听见我的心跳声和雨水滴到树叶上的声音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头上的伤已经被包扎好了。客厅传来谢思远和警察的对话声。谢思远说：“一切都是误会，真抱歉，让你们跑一趟。”我走出去，看到客厅站了2个警察，正和谢思远交谈。我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们，他们看见我了。其中一个警察笑着问我：“莫小姐，感觉好些了吗？”他问得小心翼翼，似乎怕刺激到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警察说：“莫小姐，关于你举报谢先生杀了一个叫徐锦玉的男人，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他因为受伤，此刻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谢先生说，此前2人因纠纷动了手，现在已经和解了。既然证实一切都是误会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莫小姐，你好好休息。”我点点头，目送他们远去，什么都没说。微微，谢思远试探性地叫了我一声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目光沉静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他察觉到不对劲。是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不是莫微微，我是徐冉。那天的命案里，死去的不是徐冉，而是莫微微。这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在扮演莫微微。我叫徐冉，跟莫微微是从小到大的朋友。我爸爸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2家住得很近。我爸爸离开我们母女之后，
我和妈妈成了他家的房客。我们的友情是从何时开始的，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整个学生时代，我们都一起上学放学，一起玩闹，分享各自的秘密，很多时候还悄悄挤在一个被窝里。之所以需要悄悄睡在一起，是因为他妈妈不喜欢他跟我往来，因为我妈妈的职业不光彩。我当然知道不光彩，所以我格外珍惜唯一愿意和我做朋友的莫微微，一直都对她是100%的信任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们的关系是在谢思远出现之后有了裂痕的。谢思远本来不是和我们一个世界的人，他父母是做官的，因为下调锻炼来到我们县城，他也作为插班生来到了我们班里。从大城市来的他，除了外表优越、成绩优秀，还有一种清冷的气质，十分吸引人。自从他来了之后，我们班教室门口和窗口时常有隔壁班的女孩子来转悠，他每天都能从课桌里抱出一大摞叠成各种精巧样式的情书。我们一中是什么地方？是聚集着整个县城成绩最拔尖的孩子的重点学府。在谢思远来之前，老师们从来不担心早恋问题，可他来了之后，几乎每周校长都会在升旗仪式上告诫一番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看谁都不入眼的人，给我写信告白了。我从来都觉得我不配被别人喜欢，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在哪儿都是被欺负和排挤的对象，就觉得自己不配被喜欢吧。所以我只当是他在开玩笑。可没想到一连10天，谢思远都给我递了情书。我有点担心，谢思远太耀眼了，我不想跟他有任何交集。那天放学后，我借口扫地留到了很晚，因为注意到他每天也走得很晚。等教室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的时候，我将所有的情书还到他的桌上，对他说不要再写这样的信了。他问为什么？你从来没被别人放在眼里过，现在有人喜欢你，你为什么要拒绝？我说你那是同情，可怜我，不算喜欢。他有点不高兴。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他不能喜欢我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应付那些喜欢他的女生的刁难。我跑出了教室。可当我停下的时候，谢思远竟然就在我身旁，俊美的脸上带着嘲讽的笑意。他说我喜欢你，你是不是怕了？那些人欺负你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真正怕过，为何单单怕我喜欢你？他似乎对我的状况很了解。我其实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会喜欢我？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心思。他说想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第一，因为你漂亮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是一类人，都是被人讨厌嫌弃的一类人。他说那些话时，眼底有种复杂冷峻的光。他那么好的人，谁会讨厌他呀？谢思远没再说话，只是将左手伸出来，校服卷上去后，露出了满是伤痕的胳膊。那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网状伤痕，像是用藤条细细密密抽上去的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。他抬眼望着我，唇角含笑。他说你看，这是我爸妈打的，我从出生就被他们嫌弃着。谢思远从小生活在一种极度压抑的家庭环境下，谢家世代都是商人，也经受过那个特别的时代洗礼。他爷爷不希望他爸爸在经商，于是拼尽全力也希望他能从政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不惜让他爸爸抛弃深爱的人，娶了谢思远妈妈。谢思远的妈妈是高干子弟，是一个极度自律自强的现代女性。因为各种悬殊，他父母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，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就只剩标准和约束。于是谢思远时常因为达不到他们的高标准而被毒打。谢思远说那种痛只有我能懂。他喜欢我，喜欢我身处黑暗却依然坚韧不拔。我也是喜欢他的，喜欢他的聪明、坦诚、优秀。所以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接受了他的表白。作为我最好的朋友，莫微微成了我和谢思远秘密交往的见证。不久，离开家从来不曾跟我联系的爸爸打了电话给我。他说他和新娶的妻子生了孩子病死了，他希望我能同意去他那里生活。他的意思是只要我同意，妈妈那里他会去跟他沟通。但我知道我妈妈绝对不会同意的。爸爸走后，他带着我吃了不少苦，上当受骗不说，还沦为了按摩女。我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，他一直都想牢牢地把我攥在手心里，他怎么会同意我离开呢？我知道我妈妈很爱我，并且因为爱得太深而无法面对我。在得知爸爸想带我走后，他带我去了很多吃好吃的，一口气买了很多平时舍不得给我买的衣服鞋子。可是我得去爸爸那里，我知道只有离开这个地方，好好长大，才有能力将妈妈拉出生活的泥沼。
妈妈不同意，甚至把我锁在了家里。谢思远通过莫微微给我传信，他可以护送我去爸爸那里。可是我们都没想到，莫微微会因为喜欢谢思远做了告密者。作为早恋的典型，我们受到了很重的处罚。我被退学，谢思远挨了一顿打之后，被强制转了学。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。后来我被刘明树强奸，妈妈也查出了重病，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。爸爸回来过，他还是想带我走，我拒绝了他。妈妈恨着他，是多看一眼都痛不欲生的那种恨。我没法跟他走，我不能抛下妈妈。于是我开了一家按摩店，挣钱养活妈妈。县城里关于我们母女的风言风语很多，但我没有精力去在意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过了，谁成想莫微微跟谢思远在一起了，还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他回县城办婚礼。我们重逢那一天，他们手挽手从我身旁经过，而我正在和客人讨价还价，拉拉扯扯。莫微微跟我打招呼，谢思远则是客气地笑着。我心很痛，他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，仿佛不认识我一样。然而他看着看着又开始惊讶，微微，他是我们高中同学，我怎么不记得？莫微微说，你之前脑袋受过伤，忘记了一些事情，我知道。莫微微的话是说给我听的。我的少年忘记我了，他现在属于另一个人。莫微微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，我没有去。可是他们新婚当晚，莫微微和谢思远先后来找了我。莫微微是哭着来的，她来求我，如果谢思远来找我，要我拒绝他。他说，你的人生都已经沉到谷底了，你配不上他，就不要再纠缠他了。我问他，谢思远为什么要来找我？他不是已经忘记我了吗？莫微微愣了一下，说他今天看见你了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晚上跟我吵了一架，就出门了。他感觉谢思远会来找我，所以提前来告诫我不要见他。他说什么都不要听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不能做破坏他们婚姻的人。他拉住我的手说，冉冉，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，帮帮我，言辞恳切，楚楚动人。但我知道他早就不拿我当朋友了，他从骨子里看不起我。我说，当年若不是你告密，我就去我爸爸那里了，我的人生也许就不会沉入谷底了，和谢思远结婚的人也会是我。可是已至此，我觉得也没必要跟谢思远多做纠缠。莫微微为了爱不择手段，我不能做跟他一样的人。我说，帮你可以，我有个条件，他很开心，表示什么条件他都能答应。我要他扮演我，过一天我的生活，就在我的按摩店里，体验一下沉在谷底的人生。他想了想，同意了。我俩身形很像，他穿上我的衣服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乎认不出来。我想捉弄他一下，就发了短信给刘明树，那个想在我这里敲诈一笔钱的强奸犯，我想看莫微微如何应付他。可谢思远在刘明树之前来了，他看到屋子里的莫微微，很是生气，质问他为什么还有脸来打扰我的生活。莫微微一直跟他道歉，他都不为所动。谢思远举着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说，我来找他，就是要告诉他许多事情的真相。莫微微去争抢那个笔记本，两人拉扯间，莫微微摔倒了，头磕在茶几上，晕了过去。本子不知道掉在哪里了。谢思远心情很烦躁，就离开了房间。我一直在暗处观察着房间里的一切，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便叫住了他。他看见我，眼神复杂，半晌才艰难地叫出我的名字，徐冉，找个地方，我们坐下聊聊吧。那条路的尽头有个小公园，因为这片要拆迁了，基本上就没人了。我带谢思远去了那里，找了个长椅坐下。谢思远说，我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他说莫微微有本日记，被他藏在院子的树洞里，今天被小孩翻了出来。他抽烟时捡到了那本日记，看了上边的内容才知道，我人生许多不好的遭遇，莫微微都是始作俑者，包括我被刘明树强奸，也是他怂恿的。他知道刘明树一直在偷拍我的照片，就去跟刘明树造谣，说我在学校里就不检点，收男同学的钱，跟他们牵手，让他们摸我的身体。听到这里，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我想起那天被刘明树拉进他家里，他胡乱亲下来的，带着恶臭的嘴巴，以及他死亡一样的压制和那些污秽不堪的语言，还有那撒了满床的100元大钞和他疯了一样的撞击，撕裂般的疼痛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谢思远伸手来拉我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徐冉，徐冉，我在这里。我扑倒在他怀中，
痛不欲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谢思远说：“徐冉，我们回去找他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徐冉，我想娶你。”不用了，我拒绝了他。就像莫微微说的一样，我已经千疮百孔了，配不上我的少年了。他伸手抬起我的脸，与我额头抵着额头，泪珠滴落在我的脸上，声音低哑，痛苦不堪：“徐冉，别拒绝我，求你，给我一次弥补你这么多年苦痛的机会。你没有错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洁净如初。”我没再说话，任由他牵着我的手走了回去。莫微微不在原来的地方，我在一张按摩床上找到她，衣衫半裸，已没了声息。她死了，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，房间里有被翻动的痕迹。我的钱不见了，我留给徐冉的手机也被拿走了。谢思远由愤怒变成担忧，他说：“莫微微死在你这里，警察会不会为难你？”我说：“要是死的不是莫微微，而是徐冉呢？”他和我对视一眼，明白了我的意思。莫微微毁了我的人生，那我就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。于是我用烟灰缸砸烂了他的脸，又假装意外出了车祸，整容成了莫微微。车祸有点严重，我头部受到猛烈撞击，造成了记忆混乱。原本只是假装成莫微微，记忆混乱之后，我真把自己当成了莫微微，认为人是谢思远杀的，才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，还差点死在了徐锦玉的手里。当时谢思远看见我有危险，对徐锦玉下手也很重。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，他就将我是徐冉的秘密告诉了徐锦玉。一直以来，徐锦玉和我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他那晚之所以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，是因为他知道莫微微回来了，害怕我再受到什么伤害。可等他赶到时，看到的是莫微微的尸体，把他错认成了我。他捡到了那本日记，认为我的死跟莫微微有很大关系。日记本虽然署名是沈蔷薇，可徐锦玉知道那是莫微微的笔名。高中时期，他曾在校报工作，见过莫微微用沈蔷薇的名字投稿，所以他才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给我报仇。我很感谢徐锦玉，于是登录徐冉的社交软件，给他发了信息。他回了我一句：“学姐，恭喜你，开启新的人生。”是啊，恭喜我，开启了新的人生。有爱人，被人爱着，多好啊！晚安。